在贵州的大山深处，我们发现，在森林之中啊，隐藏着一个无人村。这个无人村方圆5-6公里内是没有任何的人烟的。看去啊，这个无人村已经荒废了多年。我们顺着无人村往上，大概有1公里的地方呢，发现竟然还有一独户人家居住在这个森林之中。到底是什么人还留居在这个大山之中呢？今天呀，咱们将耗费9牛3虎之力，带大家实地的探访一下这里。想要来到这里啊，非常的不容易。我们需要开5-6公里的盘山公路，顺着这条山梁一直往上走。预计开这个盘山公路都需要开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然后把车开到半山腰，这里有几栋房屋的位置，再开始徒步呢，进入这一独户人家。整个徒步的路程也是接近4-5公里。可以说呀，这个无人村以及这一独户人家居住的位置呢，都是那种与世隔绝般的存在，一般人啊是很难到达这里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已经在这一片原始森林之中了。我们的车呢是停在半山腰上的。今天呀，我们是开了6公里的非铺装路面，然后现在还要步行4-5公里的路程呢，才能到达那户人家的位置。而且我们的途中啊，还要经过一个无人村。今天这一趟路程啊，最少得2个小时，咱们赶紧走吧。看看这些树，大家见过没有？这里整个这里的森林的话，跟那个云南的哀牢山差不多。你看今天也是雾蒙蒙的，很多地方都看不开啊，尤其山顶啊全是大雾。大家有没有感觉这些地方啊，就像远古时代恐龙生活过的地方？看一看，我们现在要经过这个深沟，然后上去呢，顺着这个山横过去。这个地方啊，我跟你们说，如果遇到那种大洪水的时候呢，这些地方全是被淹没的，其实还是挺恐怖的。哇！大家看看这个地方，就像徒步悬崖栈道的感觉。他们以前的村民出山啊，这条道也是唯一的出山路，不容易啊。这个路面全是杂草丛生，我以为过了一个沟就不过了，没想到我们爬了山过来之后，这边还要过一个沟。大家看看这个沟里的水源也是非常丰富啊。这个水的话，我们直接可以饮用的，非常非常干净，因为上面没有任何的蛀附。现在这个路呢就越来越小啊，基本上看不到啥路了。那么我们从这里过去呢，就到达无人村的位置。先带大家去参观一下无人村的那些房子啊。哎呦，我天哪，这阴森森的呀！下边就是水沟，那里是悬崖峭壁啊。应该是快到了。我们从卫星地图来看呢，这些房子所居住的位置就在下边不远处，100米左右。这里就是青石板路，以前村庄里面的人装的这个石步梯。那它只是村庄整个周围装一装啊，太远的话他们就没有装。无人村到了，咦，怎么还有人撒菜在这里啊？这不是妥妥的一个无人村吗？这竟然还撒有菜。哦，可能是哪个主人家没啥事啊，回来的时候就搁这里撒了一点菜。全部是残垣断壁，对吧？没有人居住了。然后这些房子都是吊脚楼，那边我们看到稀稀漏漏的好多栋的房子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2栋，那边也2、3栋。这个地方呢已经走不过去了，包括这里啊是以前的一个地基，对吧？这个呢也是人搬走了之后呢，这片房子就拆掉了。那可以说以前这个地方居住的人应该是非常多的啊。他们那个建筑也是非常的特别，每一家每户呢，它都有这个2楼的阳台。我们可以看到这2栋房屋之间啊，这个地方呢是空白的一片土地。
那这儿呢也是以前有房子在这里的，那人不但搬走之后呢，这个就荒了。这个房子构造非常的特别，下方呢以前是牛栏猪圈，而上方呢是居住人的。这个房子的长度，而且是非常的长啊！大家可以看到，全是2层结构的。这个地方的房子呢，真的是比较特别。这栋房子啊，我们看到还有电灯，不知道有没有通电，这就不太清楚了。这下方放的呢，这个是为老年人准备的一些棺木的木料啊，就放在这里。那么风车啊，也是横在这里。这多少年没用了？因为这个无人村呢，大家看过我以前的视频应该知道啊，我之前航拍过这里，但是我人呢没有亲身来到过这里。这里整个是处于一片大山之中，而且呢，方圆5-6公里是没有任何的人烟，全是原始森林。那现在我们要去的那一户人家呢，还要从这里徒步过去，大概有800米的一个直线距离，可能也还有1公里多吧。那我们在无人村这里呢，就不过多停留，咱们到那边有人的那个地方去，给大家看一看。现在呀，基本上就是我徒步在这个大山森林之中，方圆都是没有人的哈，方圆5-6公里都是没有人烟的。大家说一说，如果是你一个人跑在这个大森林之中来，你们怕不怕？说实话。我现在呀，应该只有300米左右就到这户人家居住的位置了。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路面，是吧？就没有森林中那么不明显了。一般呢，这个住户的周围啊，他会把这个路面呢搞得更干净一些，因为也经常在这个周边来转动嘛。可以看到路面是不是非常整洁了？咱们终于走到这里了，朋友们。哎呀，我天哪，今天走路都走了5公里到6公里的路程。这个地方啊，我是梦寐以求，2年前就想来到这里，但是只有今天咱们才真正走到了这里。我的天哪，隐藏在山中的一片桃源仙境，看看主人家去年还种了这么大块的水田，这里整一片没有任何人了，只有一家住在这里。我们已经听到了小狗叫的声音啊，不容易啊！大家经常问我水源的问题，你们看看，一般都是住的高，水就高，对吧？你看这个地方水源非常的丰富，这边主人家堆积的稻草搭子，这里呢以前应该也不止一家人，只有这里这一栋房屋呢才有人居住啊。但是呀，我们看到有一只小狗在这里叫，然后那边呢养有几只大鹅，门前啊就是一片非常漂亮的水田。但是我在这里一直在说话呢，也没有听到有主人的声音，我估计主人又出门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地方呢，在以前很有可能是一个大户人家，对吧？这里呢整个房子是连过来的，可能是兄弟分家，对吧？然后这边呢就搬走了，所以这里呢房子也拆掉了，因为这个地板上呢都是铺的水泥，对不对？今天真的是非常的遗憾，大雾天气，咱们也没办法让大家看到全景。那么在这呢，在无人村咱们也没有遇到人，到这里来呢也没有看到主人家，房门呢紧锁，
是吧？主人肯定是远去，不知道到哪儿去办事去了，就留下一只孤独的小狗狗呢，还在这里看着家。我看它呢，其实也是非常的害怕哈，因为怎么说呢，它看到我一个人到这里来，它肯定是害怕的。这主人家呢，养了挺多的鸡，养了3只鹅，看都是土鸡养在那里的。小狗狗看着我呀，它也是非常的害怕，只能是用它的声音呢强装镇定。主人家还养了几只特别可爱的小白羊。哎呦，山里面养的都是麻羊，他这里养的真的是像宠物一样的几只小白羊，非常非常的可爱啊。小白羊呢也是被关在了这个圈里，没有放出去啊。看来主人家真的是走远了，他们要吃的草呢也跟他准备的非常的多啊。哎呀，今天真的是太遗憾了，走了4、5公里的路到这里来，主人家竟然没在。他这个地方呢真的非常的漂亮，后方呢是非常大的山，正好呢这个山脉走到这里之后，形成了这么一片平坦的土地，然后他们的房屋呢正好建在这个平坦的土地靠山的位置。这个地形我告诉大家，绝对是以前地主家住的房屋，因为方圆很远都没有人。那主村庄呢就是我们刚才来的那个无人村，而这里呢就单独的住了几户人家，而且他的房子呢建得非常的大，周边的这些土地啦也都是他们家的。这里的农用具啊也是非常的齐全，风车、风筒，对吧？各种的这个橱柜，然后呢很久以前的黄桶，是吧？这些所有以前的古用具呢他们这儿都有。我跟大家剖析一下，这个地方呢是2家人，中间呢是2栋房子穿在一起的，可能是2兄弟，对吧？然后有一个人搬走了之后呢，拆掉了一栋，这里有一栋，是不是？那么那边那个牛栏猪圈呢是拆掉的那家人的，那么这边这个牛栏猪圈呢是这一户人家的，是吧？以前的这个农村呢都是这样分家的，所以说呢这里应该是一个老祖宗传下来，然后呢是2兄弟，然后呢其中一个搬出去了，其中一个呢留在了这里，可能是为了守住这里的一片大山吧。非常的遗憾啊，朋友们，今天啊没有遇到主人在家里，咱们呢也只能作罢，因为要步行5、6公里的路程呢，咱们没法等啊。而且我以前就跟大家说过，山里的人呢，你没有办法等，你不知道主人何时归。所以今天的视频呢，只能到这里。好了，朋友们，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在大山里。刚刚你们看到那个路了吧？基本上没路哈，我自己开路上来的。这一端都算好的，像刚才那些镜头你们看到了。我目前呢是把车停到这里的。为什么把车停到这里呢？这里还有一段路呢，有点太陡啊，不太敢开上去。那为什么到这里来呢？下边的村民跟我讲啊，这个山的山背后啊，有一独户人家居住，我的目的呢就是过来上去探访一下。刚刚那边转了几个小山头的那几段路啊，确实开得让人有点心惊胆战的。这个山上大家可以看看啊，就像是荒山一样的，然后这些地里好像种有一些茶叶。哇，这一户人家是居住在这个大山顶上。我们看一下这些毛杆草啊，这么好的这个草，这个上面应该是搞养殖的一个好地方啊。像这种地方它的海拔也不是很高啊，大概就是900多的一个海拔。哇，非常漂亮，这儿的环境很漂亮啊，朋友们。哇，这里竟然还有这么大的一片平地啊，这一片平地都是好几亩地。然后这一户人家他就是居住在山顶哈，你们可以看看这个后山有很多的这个沙漠，那么居住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常说这个隐居深山，隐居深山，这里就是这种感觉。你看他是坐在这个山头上的，整个前方啊
是豁然开朗的这种感觉。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这个地里呢，也是种了好多的这个茶叶吧，这个是茶叶，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家哈？不知道这个老人家在不在家？在这个大山之巅，住着一独户的这个人家哈，非常非常的漂亮。看这个还种了挺多的这个地啊。这个是种的啥瓜？这个是丝瓜。我好像以为听到有声音了，是有人在家的。周娘，周娘，有人在家没得？哎呦，老人家，你一个人在这里啊？哦，你吃饭没得？吃了。吃了哈。哇，你一个人住在这个山上？在山上干什么嘛？耍呀？啊，耍哟。是啊。啊，我听他们说山上有家人了，我就跑去上来耍去了嘛。你一个人住在这儿啦？你这儿安逸哟，看得开哟。不用，这个是条件嘛，水都不大甜。没水的啊？那你现在吃水啷个办呢？因为就有点水沟。那你总要吃水噻。现在因为遭了今年天干老虎嘞。你干了哦，这个干了活这个水天都干长了。你看你种的这些豆儿都干死了。哦。你贵姓呢？我姓徐。姓徐哈。就是你一个人住在这山上吗？哦。哇，好清静。你也没有养条狗啊些哈？没。这些土地全部是你家的吗？这做的时候，这是搞这些的事。这些全部都是啊？山呢？是不是你的这些？山我有啊。你也有哈？这些菜你也种的。柴林哈，后面这些山都是你的。哇，这山上安逸，就是全是水。哦。那你现在吃水啷个办呢？那边背进来吃。要背好久啊？背开8小时。我天，你个背水要背8个小时啊？哦，怪不得你没有喂猪牛那些，因为你喂不上，喂不起哈。我开人就喂猪啊，哪里懂？你也开人哈？老伴儿不在了。死了，这好7、8年了。7、8年了哈。你们是祖先就在这儿住吗？是啊，是从来就是我们父亲那个时候就是在这。你有几兄弟啊？我们几兄弟我个人。哦，你们父亲也就是你一个？他们搬来这儿好多年了呀？你晓得吧？总共也把几十年了。也把几十年了。那你小孩那些啊？小孩那些啊？我小孩啊，那个儿子娃儿，过30岁了没结婚，关键是过了有8年了，电话都不接。你儿子有30岁了，在哪里啊？在浙江温州。浙江温州。哦，女儿呢有几个呀？女儿4个女儿，都结婚了哈？都没结婚了。有嫁在外地的没得？没有。都是本地哈。都是这。那你儿子为啷个出个7、8年的没联系啊？他是啷个不晓得，他这还是他家娘死的话回来去了几个，电话叫了也不接的，他就。哦，等于他妈妈过世了之后他就回来的，回来之后出去之后就永远没回来。他是跟你有啷个过节，没是啷个原因呢？这都是啷个的，搞不清楚他家人，不晓得他也不希望说多话，他不希望说多话。哦，我的意思，他是跟你跟他有闹不高兴的事情没得呀？没有，这从来我吼都没吼过他，从这20、30岁啊。那你7、8年没有联系，你不着急啊？就他不来也不接电话。我就是电话打得通，他就是不接。他几个姐姐跟他联系过没得啊？是目前彻底解决电话。那你平时没得事，也经常走女儿那个耍去边？要钱哈。哇，我看你这边堆了好多这个木料哎，这是拿来做木头的吗？
因为他一户人家住在这个山上嘛，所以这个大树也比较多。你看这里存了好几个的棺材，1、2、3，1、2、3、4、5，应该是有4、5具的这个棺材的一个木料，都是堆在这里的。就是它这里呢，确实是缺乏水源。你看这些沙树长得好笔直啊，好直啊。因为它是住在这个山顶上啊，它也没有蓄水的地方，可能只能靠这个山泉水啊，就是下来的时候蓄一下。但是我没有看到它有这个蓄水池，所以住在这个山上，这个环境是非常好，空气也是清新。但是就是吃水真的是挺难的啊，挺难的，因为它这个地方的山是最高的，两边的山呢也差不多，它要去吃水的话，可能要跑很远去。那你有好大年纪的水？75岁。75岁了。那你看你女儿那些是每年都回来看你噻，肯定要。我们也也不到，他就到已经，就每天都要跟你联系哈。那还挺好的。他们肯定喊你跟他们一起住噻，你干嘛不去？我住的和他们一起。生活不一样，有啊，跑我他也不喜欢去跑我的。对，是的，年纪大了的人要起软点儿，年轻人要起硬点儿。哦，对。这生活就不一致。你说整那个煮个饭，煮个趴西西的话，年轻人又不喜欢哈。哦。你说上来这段路是你自己修的啊？我个人跑去修的了嘛。你花了好多钱呢？花了4千块钱噻。花了4000哈。花4千块钱修的。哦，你们这边呢，确实真的是个好地方，就是没有好好的发展。一个人在这上面住起倒是清闲凉快。测水啊，你看背一桶水也够撑2天哈。那我走了，叔叔。够你饭才行嘛？不够，我都不饿。那我走了，叔叔。没得事。有机会在你这儿耍。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大山深处啊，我这个周围都是差不多原始森林一样的。然后呢，这里有一条毛的公路下去，我隐约看到这里好像有一户人家居住。看一下这里的环境啊，真的是非常漂亮。看这个群山环绕，那么将这一户人家呢是围在这个位置，那上边呢是从这个森林之中通过的一条公路啊。它这个位置呢，就相当于只有这一小段是这个毛马路啊。现在太阳大得很，已经是下午4、5点了。大家看看，房子在那里，你们就说这个地方好不好吧？门前这里有一口大水塘，对吧？好像是干枯了。是不是最近这个天气老是不下雨？你看这个房子后面背靠大山，左边右边都是山，这个地方是真舒服啊。这儿应该是曾经养过牛羊，还是养过什么？哇，棺材，见官发财，朋友们。这里好大的一副棺材，这棺材超级大，这个树也是非常大。你们看这边的建筑就不一样啊，这边是属于这个绥阳县，他们绥阳县这边好像是把这个房子啊，木房子是建的这个2层啊，左右啊，你们注意看这个房子的左右，左边是高山，右边的山矮一点。然后背面是靠了一个大山，所以这个房子居住的位置是不是朋友们讲的背靠大山，左青龙右北虎，前面又非常向阳，从这个地方对出去，是不是这个格局？这户人家除了这个种了好多的烤烟，
然后又在这里养蜂了哈。看这些地方也放了这个蜂桶，这个也是蜂桶，这个房子上也是挂的蜂桶。这好像没人在家吧？这边是做了一个偏房，然后下边还装了玻璃，上边也装了玻璃。它这个是3大间的一个房子，而且是2层半的。你看这个格局，这房子夏季住着多凉快，是不是？哇，漂亮漂亮！耶，我们看这一家人应该是一个女主人哦，看看这个衣服，这个帽子，应该是一个女主人居住在这里哦，但是人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哎，他们这边这个房子的构造还是比较特别的。你看下边，它是3大间，一样的有中堂的这个大门，它的这个第2层同样有中堂的这个大门。这个设计我还是第一次见啊。这种房子是属于这个2层半的，像他们水乡这边为什么大多数会建2层半的房子啊？原因是他们这边的木料比较好啊，基本上都是那种比较大的木料，因为背靠这样的大森林啊，所以是完全不缺木料的。所以他们建的房子呢，大多数就是木房子的，大多数都是建这种2层或者说2层半的啊。你看这个房子就属于2层半，那真的是非常大。你看下边3大间的话，实际上它是7间房，那楼上呢，又是3间，相当于它这一个房子的话，它有10间房哈，所以可以住好多的人。你们看这个房子啊，真的是非常漂亮啊！它是背靠大山，然后整个一圈全部是被山围住的。那么左边的山高一点，右边的山稍微矮一点，所以整个房子的格局非常好，而且是独一户居住在这里，不要太爽。房子门前就是一个水库，有这个公路呢做堤坝把这个地方蓄水，然后房子呢背靠大山，左青龙右北虎啊，好格局。朋友们，我现在在铜仁思南县的乌江边上，路过这个小村子啊，我发现对面那里有一片崖壁，隐约的看到这个崖壁中间呢有一个山洞。从我这个位置过去呢，应该在5公里的直线距离。那么它的高差跟我这个位置应该比这里要高大概400米。那个崖壁中间呀，我发现有一个山洞，我觉得还蛮神奇的，在悬崖的中间有一个山洞。我想用无人机从这个地方飞过去挑战一下，看看能不能飞到。还有一个呢，就是看看那个山洞里面到底有什么。你们觉得我可以挑战成功吗？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挑战，从这个地方飞过去，看看能不能飞到这么远啊！我把这个屏幕录一下，到时候呢，给大家一个证据，我到底有没有飞过去。
哇，朋友们，不可思议啊！我竟然飞到了，和我预想的差不多。这个飞行高度大概是400米，那么飞到那个洞口是差不多4公里多，好神奇！我们在这个悬崖的山洞中啊，竟然发现了3个灶台一样的形状，应该是里面有可能煮饭吃吗？那么在这样的悬崖洞中，怎么会有这些不可思议的东西呢？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洞里好多的这种泥土沙，这些是哪里来的？真的是有点不可思议啊！在这样的深山崖壁的中间的一个山洞里，竟然发现了这么多奇怪的事情。难道里面有居住过人吗？那么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年代在里面修建的呢？那么进山洞里面的这些人又是如何进入到这个悬崖山洞里面呢？有很多的谜团，真的是太奇特了。你们觉得这个悬崖山洞中啊，建这些奇奇怪怪的灶台是干什么用的？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还有就是它是如何进入到这个悬崖山洞的？你看光秃秃的，对吗？上去下来都是很不方便的吧？难道以前的人会有翅膀会飞进去不成？真是让人难以理解哈！你们觉得呢，朋友们？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我在贵州大山深处这里发现一个隐蔽的山洞，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山洞口啊，竟然建有一栋5层的楼房。我们看这个形状啊，好像已经废弃了很多年，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呢？我们一起进去探秘一番。现在呀，我已经来到了这个洞口的下方，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呢，是在遵义市凤冈县的土溪镇啊。这个洞的下方这儿呢，是有一条公路。那么，要上去呢，就是从这个位置上去啊，要步行上去，大概是10分钟左右呢，就到达那个悬崖脚下的那个洞口那儿。5层楼房呢，就在那个位置哈，应该是比较好看。走吧，上去看看。这个地方啊，其实是挺难让人发现的，因为你开车往这里过呢，你根本看不到里边的房子，你只会看到这里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崖壁，里面整个感觉呢，就是给人一种特别阴森森的感觉。那么它这个洞里面呢是有水流下来的，只是现在呢这个整个天气干燥比较厉害，所以水流呢也基本上干断掉了。那么我们从这个进来这个路的痕迹啊，就会发现已经是废弃了很久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段石梯的话，它下面是一个镂空的，我们相当于步行在这个悬空的这个梯子上，仿佛是走入云端的这种感觉啊，就像是这种天梯。我们可以看到上方就是非常高的一个崖壁，你看山洞建了这个5层楼房就在这里。走到这个跟前啊，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真的是很奇特呀。我们修上来这个路啊，它都是比着这个用楼梯修上来的。你像这些地方，像这个石头都是斜放在这里。那么你看它这个5层楼的楼底啊，都是悬空的，所以说当时修这个房子的时候，应该是费了很大的一个功夫。走，有声音了，干嘛呢？吓我一跳，竟然有人在这里！哎呀，你们2个住这里的吗？你来玩的？有2个兄弟在里面啊，他们也是来玩的，我以为是住在里面的，吓我一跳。来看一下上面。上面吗？我上次来没有进去，不敢进去。凉快啊！凉快哦。哇，这个地方有水从上面滴下来。走吧，进来看一下。上次1个人不敢进去。哇，这个地方大家看看，你们特别好奇的，这个房子里面到底有啥？我们今天就能一睹为快了。看看它这个房子是5层楼，是吧？建的是5层楼。走吧，走吧，走吧，进洞去看一下。这个也是很多小伙伴非常感兴趣的，我也非常感兴趣的。哇，一到这个洞口，非常的凉爽啊！天哪，这边都是废弃的。
你看啊，这边是厕所，这厕所好豪华呀！你们看一下这个厕所的这个岩壁啊，都是这样的这个石头啊，这种石头叫风化石嘛，看着好像。这边呢就从这个楼梯上2楼，这里边呢也全都是废弃的了。哇，也走到这里面来，感觉一股阴风袭来。好凉的这个风啊！这里是2楼，我天哪！你们来了多久了？来了1会儿了，半点了。这个里面修这么多小框框，这个是干嘛的？不知道，可能是养殖的。对，应该是养殖。这么多框，这么多小水池。这感觉是养什么？养娃娃鱼吗？这个造型有点像。还是2层的这种小水池，上面1层，下面有1层。我之前没来过，我今天是第一次过来。你也没来过吗？哇，你们在这上面一讲话吓我一跳，我以为有鬼呢。这也是挺吓人的。这个就是2楼。你看2楼看出去根本看不到外面。这边还有一股水流。3楼怎么上去啊？我们能不能上楼顶去看看呀？哇，你要是一个人走在这里，你看到这么多的小水池，你心里面一联想的话，是不是有点害怕？这风特别的冷啊，这里面的风。刺骨吧，有点。对。你们俩就是本地的吗？对，离这个不远。哦，怪不得。哦，这上面跟上面不一样。这是上面哈。上面有个大。哦，这上面又是大池子的。呀，小心一点哦，这个山洞里说不清楚的。哇，这个建成这个样子，这个老板花了不少钱呀。对啊，他这些所有的材料全部是人工搞上来。这没有个几百万根本搞不出这个样子来。为什么现在会荒废了？对啊，他这个看样子是养鱼的哈。哦，到上面一层看一下。走吧，走吧，走吧，又到上面去看看。说实话，一个人真的不敢进来，太吓人了。要是不看到你们2个在里面的话，我一个人走到门口，我就回去了。对。这个上面还有个转角。这个往上走，越走。哇，这上面好像还有个很深的洞脑。啊，越走感觉有点吓人了。越走越凉快了。对。这个上面看一下这里呢？啊，这里也是这种小的这种池子。这上面比下面大，这上面好像宽一点。这就是4楼了，对吧？这是3楼应该是4楼了。好像是3楼。哇，真的很大呀，很大呀！你说一个人走这里面呢，你要不知道是干啥的，感觉就像搞什么实验的哈，有点吓人的嘞。而且他也挺奇怪，他走的时候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都敲碎了呢？敲它干嘛呢？我觉得没必要啊，他要走的时候可以直接走啊，为什么要把这些瓷砖呐、这些东西全部敲碎呢？敲碎了看着好恐怖啊！对啊，你走就走呗，对吧？为什么要敲？难道是大晚上的有其他的东西在这里敲吗？我们到上面看一下。来都来了，要不然走个底啊？对，这个蛮吓人的。哇，上面好像还光呢，光着人这里。它上面这里到洞顶了吧？哇，这个洞好大！哇，这里凉快，这里凉快。哇，这上面是洞呀！哇，有声音。
这里面刚刚有声音，好像什么在跳。好，听到啪了一声哈。对。好像有点吓人了。哦，有水，有水。不会是有娃娃鱼吧？这说不清楚哎。再往里面去，我不敢去了，有点小。我天哪，这个。你别走上天去哦。哇，这挺深的，那里面就是洞里面了哈。嗯？哇，那里那么多蝙蝠！天！哇，那里全是蝙蝠。啊，这个上面也全是这种，敲烂了的这些小池子。不是，我就觉得很奇怪，它为什么要敲烂？好奇怪啊！你不敲烂又没事，你要走就直接走呗，对吧？为什么要把这些瓷砖全部敲烂？哇，好神奇啊！这上面就是洞顶。哦，飞了，蝙蝠！看到没有？这个镜头中间这一片全是蝙蝠，全部是蝙蝠屎。这个下面，走吧，别过去了。走了，别过去了。挺吓人的。这里还有人在烧火吗？难道这里有人在这里来玩过？我感觉晚上这里可能有噼里啪啦的东西。还是到外面的好。你说在里面的话，这个心里面老是咯噔咯噔的，感觉还是有一点那种怵的那种感觉。朋友们，现在已经从这个洞里面出来了。说实话，里面真的是阴森森的，一直对里面有好奇啊。现在我们5层楼都看了，你们大概知道是什么情况了吧？里边应该是养殖这个中华鲟和娃娃鱼的。它那个大的那种池子呢，应该是养中华鲟；小的单个的那种池子呢，应该是养娃娃鱼。我比较奇怪的一点是，它可以搬走，但是为什么要把里面的这些池子全部敲掉？这个让人看去真的是有点惊悚的这种感觉哈。然后这个房子是为什么废弃的呢？咱也不清楚。在这个山洞口建这么一栋5层楼房，而且呢，它还要沿着这个峡谷进来，要建这条路。我估计整个工程没有个400-500万，可能是做不下来的。当然，这个老板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500万都不要了，直接把这个房子废弃在这里，咱们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我觉得呀，拍恐怖片的朋友啊，真的可以到这里来尝试一下，你都不用布景，你走进去就已经感觉很恐怖了。好了，朋友们，本期的探洞之旅呢，就到这里。贵州大山峡谷深处惊现无人村庄，这是我迄今为止见到过的最漂亮的无人村，就像一幅水墨画一样，真是非常的美。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泰哥。现在我在贵州的深山里，看到这个路没有？挺陡的，然后又是石子泥沙加一些炮弹坑，我的车子爬不上来啊，我只能徒步，然后上来到山上去探访一下。这个上面这一段路啊，还比较好一点，因为下面呢它是那种急弯加一个陡坡，所以那些石子啊，全部被车子刨得松动稀巴烂。哎，我们发现这里有2栋的一个破房子，是没有人居住的。看一下这边有一栋。现在我在一个大山上啊，这边好大的一片考研，我估摸着这个山里面有人居住，可能是这家人种的考研还是怎么回事。这个深山里竟然有这么大的一个厂房，这是干嘛的？怎么不把路给打通呢？这个泥巴路很难走，下面根本小车上不来，大车的话还可以上来一下。哎呀，是生产烟的，都闻到一股烟味了。吃饭没有，大姐？吃饭没的呀？我从底下上来的。哟，你们在这烘烤烟喽？哦，就是你们家整的烤烟呢？帮人家整的哈。哦。哎呀。你走路上来啦？啊，车是开不上的呀。就在这上面刷呀。嗯，你是老板啦？你是老板啦？我不是的。
你们做了好多考研啊？这里？啊。中了差不多10万多。10万多跟是好多亩啊？100多亩哈。哦，等于下面河边是没人做了哈。可以走得下去吧？我要下去逛哈，再上来说。就这边过去哈，过去下去是吧？有段蛇，哪个蛇哇噻？有5步蛇。真的啊？你不要骗我。哪个骗你哇？你看。就这个啊？天哪！看到吗？好吓人哦！看到吗？很大哎。大得很。4斤2两哎。你们对我很好奇是不是？诶，没见过吗？哎呀，这个羊子怎么这么漂亮？它下面有两个是什么？这个小羊子好好看呀！你们看它下面掉2个，那是什么玩意儿？它就是这个品种吗？它就想干仗，你看。刚刚我们在那个前面那里啊，有个美女说这地方有5步蛇，我天！到这个悬崖口啊，有一个门挡住的，他们是养牛的吗？可以下来看一下。哇，这个下面这个村子啊，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走这里啊！我天，这么陡！哇，这么陡的吗？这一道天然的石门屏障。你们看这个地方下边就有一条河流，然后对面全部是这样的高山挡住，也就是下面这里有一个村子呢，他们哪里都去不了，只能从这里爬上来，爬到这个山上，然后从这里出去。这个毛的公路呢，也是通到这个山那边，就是步行过来。我现在步行到这里呢，已经是走了有差不多40-50分钟的一个距离了。我天哪！这里很多的5步蛇，要特别的小心。那么走了这么远呢，我要补充一点能量了。这个呢是我们贵州的一个赤泥原叶，它是采用高山1500到2500海拔的新鲜赤泥来压榨成这个原叶的，不含任何的添加剂啊。这一瓶赤泥原叶的这个 VC、VP、SOD， 它的含量都远远超过了我们一天需要的量。所以说啊，我们喝一瓶啊，就能够让我们的很健康、有精神，对吧？每天喝一瓶的话，就能够保证了 VC、VP、SOD 这些元素的摄入。大家如果也想喝一喝的话，就在我们视频下方去看一看。这个村庄以前生活在这下面是真的不容易啊！你看走的是这么陡峭的羊肠小道，是吧？大中午的这个路上不会有5步蛇吧？应该不会有吧？我尽量的走到这些明朗的地方，不要走到这个草丛中去啊！因为这个草丛中的话，真的是说不清楚的。这么小一颗一颗的，吃一下。我是真的佩服这些人啊，怎么会想到这个深山里面来？这里又有一颗野果，这个是个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果？好黄啊！哎呦我去，这个也是李子啊！这个也是李子，这是另外一种李子。吃一下，这个会不会比刚才那个好吃一点？这些都是野李子哈，这个明显比刚才那个好吃啊。你说这么好的李子，没人来采来吃，结得好厚啊！我一听到一点风吹草动，
我就心里面怵一下。我已经走到这个半山腰了，你们看这里的大山，我的天呐，这么高，而且全部是这样的崖壁啊！你看这里是电线，就是拉到他们下面这个无人村去的。当然，以前是很多人住，现在没人住了。我就好奇他们为什么选这样的地方居住，两边都是高山，住在这个峡谷底部，随便哪里都出不去。你对面他们是肯定走不出去的。你看吗？对面全部是那么高的崖壁，笔直的崖壁。他哪里走得出去啊？走不出去，真是想象不到以前居住在这里面，这个生活呀，各方面多麻烦，可能甚至1年都有可能不出山吧，住在这样的地方。哎呦，这里有根棍子，我捡根棍子吧，捡根棍子，万一遇到蛇的话也好应付一下。这个地方是有史以来我认为最像一个世外桃源的地方，与世隔绝，没有人打扰。你们看一下对面的崖壁啊，全是这样的崖壁。说实话，像这种地方，就即使开发成一个旅游区，它都不为过啊！真的是生活在这里的人，可能太不方便了，全部搬走了，所以可能形成了一个无人村啊。要不然的话，如果说这个地方通路的话，我的天，那简直是太美了哈！走到这个村子边上来了，这儿搭了一个牛棚，那边那个是房子，也都是倒塌了啊。这个就是曾经的房子啊，全部倒塌了。你们看一下我是从哪儿来的，从这个山顶来的，然后正好这一片呢就是他们村庄的一个位置啊，主要的村庄可能在前方那里。我走到这儿我都有点不想离开的感觉。你们看看这里，它就像一个佛光岩的这种感觉，而且这里这一片崖壁它是一个包围状的，非常的漂亮啊，又像是一根一根立着的这种石笋柱。你看这里这一整片延绵几公里啊，都是这样的地质地貌，非常漂亮。而下方呢又有一条比较大的河流，这个村庄呢就是坐在这个河流的边上，然后又欣赏着对面这一片这个水墨画一样的山。看得出来这个无人村还比较新啊，它因为这些土地的话好像去年应该都有种地吧。这边这个房子是喂猪圈的，喂牛的啊，猪圈牛圈嘛，就是。哇，这个房子就拆了很久了，这房子应该最少有个5、6年没有住人了，已经很快就要倒塌了。但是这个地方也有电的啊，你看这里是我们这个农村磨粗粮的一个大磨，这里呢还有一具棺材啊。这个我们农村的老人啊，一般超过60岁之后呢，都会准备这个棺材放在家里。60多岁了，你还不跟他准备的话，有时候老年人还不高兴，因为这个是农村的一个习俗嘛。你们说这个无人村漂不漂亮？我觉得是我见过的所有的无人村之中最漂亮的一个无人村。你看它处在这个大峡谷里面，然后下方有一条河流，尤其是他们这个住的地方的对面呀，就是这一片的水墨画，这种地方才是世外桃源，它又与世隔绝。你看我要走到这个位置的话，1个半小时，回去的话我可能要2个小时啊。所以这种地方真的才算得上这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如果你们喜欢隐居的，喜欢与世隔绝的那种感觉，这个地方是最合适不过了。我看那些房子，有些房子还是可以住的。你们愿意来这样的地方居住吗？我就问你们，我要慢慢爬山回去了，朋友们，要爬1、2个小时。如果说让你们来居住在这样的深山峡谷无人村，你们有没有人敢呢？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本期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这个地方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空气清新，鸟语花香。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啊，竟然发现了一个隐蔽的村庄。这个村庄呢，至今没有通公路，他们要出去的话，全靠渡船过江，非常神秘的一个村庄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村庄呢，就在这条河的对岸
啊，就这一片的这个村庄。你看他们的船呢都是停在这个岸边的，整个后面呢都是这样高耸的山，对吧？那么公路是通不了的。你像那边的山的话，也是通到那个山的位置吧。那么他们要过去呢，也是渡船。比如说我这边呢，这个公路也是通到这个位置。假如说他们要往这边过来呢，同样也是渡船过来。那么这个河边啊，就放了好几艘船，应该就是村民这个共享的。比如说我这里啊，要到他们对面村庄去呢，就要走到这个位置去，然后渡船过去啊。你们看看这一片地方漂亮吧？你要是以前这个几边都不通公路的情况下，他们要出山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艰难哈。可能要翻越后面的这个大山啊，不知道去多远，可能要走到这个有人的地方啊，镇上这些可能都要走几个小时啊，特别不容易。但是现在呢，我们几边都通路了，这个水路呢也是畅通无阻的，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片那种隐蔽在大山之中的一片世外桃源，非常的漂亮。我们从空中看呀，这个村子两边都是峡谷，正好呢把修过来的路给堵断。那他们要到哪儿去呢？都需要坐船。你看整个村子的这个周围啊，都是停放着各种各样的船只，应该有10来艘吧。那么你们看看这个村子，它是三面环水，一面靠山，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啊。这个村子真的是少有的那种世外桃源般的那种村子哈。我们看到这个村子里面的村民啊，也是非常的勤劳哈。很多人家户呢，这个家门口都吊着很多的农作物，这个院坝上呢也是晒了很多的这个玉米啊、豆子啊这些东西啊。你看哈，他们要进出村的话，就是要靠这样的船只，然后运送到对岸，然后呢出去。它实际上呢，它是3个地方可以走，虽然说3个地方的路都到不到寨子啊，但是它的船呢可以开到3个地方的任意一个地方都可以。假如说你到这边去近一点，那么就走这边啊；走西边去近一点，就走西边，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只有这么一小段的这个水路过来哈，那么这边呢就是通这个公路的，所以还是方便来说还是很方便的。可能在很久以前的话就不太方便，但是现在的话，因为这个公路都是四通八达，他们只需要走一小段的这个水路呢啊，就可以到达这个有公路的地方啊，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今天呢，确实是这个天气比较晚啊，只能大概的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漂亮的村庄。刚刚呢，这个渡船的一个叔叔过来，我们正在放无人机啊。本来是想随他过去的，但是又太晚。那么你过去呢，又必须要他送过来，去玩一下要送过来，而且现在呢，这个天已经快黑了，我们也就不去麻烦人家了。那有机会的时候呢，再到这里来看一看哈。你们觉得这样的地方是不是你们喜欢的世外桃源呢？大千世界呀，无奇不有。大家好，我是泰哥。今天呢，我是来到了遵义市凤冈县和雾川县的交界处。在这个大山深处啊，我们发现一个天然形成的自然奇观。看到我身后这一吨石头没有？目测呀，它的重量可能达到10吨重。当地的百姓呢，称这个为风动石。什么意思呢？就是风吹得大了一点啊，这个石头呢都会动，随风而动，左右摇摆。所以呢，他们把它称风动石。据说呀，一个成年人啊，能够轻轻松松的把这吨石头呢，把它弄动起来啊，非常的神奇。今天呢，大家就跟着泰哥的镜头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能不能把它推动哈。来到这个石头跟前呢，我们会发现这一吨石头啊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它的下方呢是非常纤细的，但是上方呢就非常的巨大。我们来到这个侧面，大家就看得比较清楚一点，是吧？下方呢就是这个位置呢有一个石头给它垫住，它整个上方呢其实是悬空的，看起来呢就是摇摇欲坠啊，它就感觉随时都可以向左右倒去。但是呢，它在这个地方的屹立呢已经是上千年，甚至说上亿年了。所以说啊，这个大自然真的是奇妙啊。我们从这个视角，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石头还是有一些奇特的点的。你看前方这里哈，它就像一个人脸，对吗？这个位置啊，
这里还是一个鹰钩笔，对不对？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后方这里，这个位置是不是像一个猩猩的脸？而这个位置呢，像一个猿人的脸，而这个外面这个形象呢，就像一个现代人的这个脸，鹰钩鼻嘛，只是上面的头部呢没有，是不是？兄弟们，是不是？我这个视角是不是比较刁钻？这边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下方，哇，这些地方呢，有一些缝隙哈，这些地方你看到没有？这些地方有一些缝隙，而这个石头啊，我怎么感觉像是那种泥沙结构一样的？你看，都是这种颗粒状的，这个石头都是颗粒状的。这边呢是一层一层的，这里是2层，然后呢，这个位置都是有缝隙的。我们从底部看一下，是吧？这个位置都是有缝隙的。我总是感觉它有点这个摇摇欲坠的感觉哈。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下方，耶，这里怎么有个马蜂啊？你看这个下方，它是上面整个重力是压在这个石头上面的，是不是太重了？这里都压了一个缝隙，它整个石头的着力点其实很小。你们看到没有？从这个地方还有缝隙可以看得过去亮，包括前方的也是。你虽然看着它是整个石头是压在这个石头上面的，实际上呢，它中间呢可能是只有2个指头宽的一个位置是靠在石头上的。我们从这边来看哈，大家就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啊。整个石头它以这个地方为中线，两边呢正好是保持了那种平衡，这就是大自然的魅力所在。我现在来到这个石头跟前呢，对比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的个子是1.8米，对吧？那么我走到这儿呢，差不多就是跟这个一样高啊，稍微比这个高一点点。那么一对比呢，就知道这个石头其实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朋友们呢就非常好奇的是，这个石头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因为整个周边呢，它没有任何的东西啊，只有这个地方呢矗立出来这么一个巨大的石头。我可以把它称为什么？飞来石，也可以把它称为什么？风洞石。那么我们看这个形状啊，因为数亿年前呢，实际上呢这些山川呢都在这个海底，对吗？那么我看这个石头呢，它也是那种夹杂着泥沙形成的，我不知道形成多少年前哈。我的猜测呢是在数亿年前呀，这个地壳的大运动撞击呢，就把这些地方呢全部撞松了。它这个撞开了之后啊，下边的这些松动的石头啊，经过数万年的这种风化剥蚀，然后慢慢的就底下的这些东西呢，就化成了泥土啊，或者说碎石啊，慢慢的呢就形成了现在这个形状。我们站在这个地方来推一下哈，这么大的石头，10来吨的石头，我到底能不能推动呢？我们试一下，一只手，哇，动了，是不是动了？朋友们，你们是不是看到动了？我现在是一只手来推的，哇，太神奇了哈！真的是一只手就能把它推动。那我们看到这一吨风洞石呢，确实是大自然的一个杰作啊，非常奇特的一道景观。这种石头还是比较少见的，对吗？但是呢，我们看到石头的这个外边呢，这个位置啊，它有2道非常大的一个缝隙呢，已经差不多裂到顶了，下方呢是直接裂过去的。我个人觉得呢，早晚呢它是有可能掉下来的。不过呢，大家不用担心啊，今天呢我是中午过来的。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雾川县的龙潭古寨，这里呢是一个4A 级的这个古寨子。外面呢咱们就不说了，我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寨子的核心部分，也就是说最古老的部分。那么龙潭古寨呢，它有700多年的建寨历史了，也被称为这个阁老之源，也就是最古老的阁老族居住的地方。里面应该有很多神秘的地方啊，我们带大家一起进去看一看。这里呢就是龙潭古寨的大朝门，
啊，这也是最古老的一个朝门，可能后来这个加固了啊，看起来呢就现代感比较足一点。但是它上面这些呢，应该是最古老的，好几百年了。那么龙潭古寨里面呢，它主要都是这个木质的建筑，包括一些三合头的这个木质建筑，有四合院，那么还有这种全部是石头砌的这种巷道啊，看起来这种古朴感十足，非常的漂亮。这边呢就是一个两边石墙砌起来的一个巷道啊，那么里面左边右边呢，他们都是有房子的，可能这个石头巷道呢，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建造的这种讲究吧。那么今天就要来带你们看一看龙潭古寨建在700年了，最古老的房子是什么样的。哇，确实不太一样哈。那么走到这个房子跟前呢，你看它的这个院墙啊，都是高高的垒起，看到没有？整个房子的这个周围啊，都是这样的高石墙啊垒起来的。那我们走到这个墙边上，我们会看到这里有2个孔洞，大家注意看啊。那么我们看这个墙啊，它目测呢有3米多高啊，3米多高，但是呢它可能以前有可能还不止这么高啊。像这些地方的话就垮了一些缺口，你像这个地方的话，它是向外眺望的一个孔洞。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周边的房子，所有的房子的这个围墙啊，它都没有这个围墙建得高，这个比较不一样哈，真的不一样哈。它这个最古老的房子还是不一样。这边呢是一道进寨子的门啊，这上面呢写有一些文字啊，你们可以看看。那我们进寨门来看看吧。哇，这就是佗老族最古老的房子，我们进来看一看。那么它这边呢有一个，刚才有一个眺望的一个孔洞，我们到这儿看一看它这个地方是怎么建造的。你看这个墙啊，它都是建的这个双墙，这个整个墙的厚度都是差不多1.5米到2米啊，所以非常非常的结实。这个地方你看，我们从外面看进来的时候，发现怎么这么单薄，但实际上它这个地方全部有附墙，只是这个地方呢留了一个孔洞啊，我们这人呢正好可以从这个孔洞呢向外进行观察。如果说外面有任何的一个风吹草动啊，有什么问题啊，都是可以从这个地方往外看的。我感觉呢，可能在很多年以前土匪盛行的时代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它除了是一个眺望孔之外呢，它有可能还是一个射击孔。你看我们外墙看着就很高，它这个内墙的话就稍微矮一点。这个房子啊，就是龙潭古寨这边最古老的房子之一啊，也不能说它最古老，应该是之一。我感觉太牛了哈，几百年前就有这么好的工艺，特别牛叉。700年前是什么年代？哎，老人家吃饭没到？没有啊。哦，这里就是担保哈。这个是佗老族最古老的这个房子之一吗？啊。那你贵姓啊？姓申。那你是这个寨子的，就是这个寨子的后人吗？哦，我们就是主人。你们就是主人。这个房子有多少年了呀？100年了。几百年了？大概几百年？台湾那边他是有700多年。700多年。我看那个能有花纹。哦，说了700多年就是这个房子哈。我啊，我正义呢。没来过，第一次啊。你一个人在家里面吗？你一个人在家吗？有孙子。哦，有孙子在家哈。你们是最早来这点的吗？就是你们家族的话。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子子辈辈都到这里。
祖祖辈辈都在这里，就是爷子都在这里。就在其他的房子的这个院墙啊，都没得那么高的，你这个房子那么高。过去有土肥的墙嘛。哦，主要是防土肥哈。像外边那些空空的话，主要是看往外面看设计那些是吧？是站岗，过去一般人到就是站岗放车啊。直接有人在里面站岗。那时候你们的家族应该还挺强大哈。我们祖祖辈辈他是做朱砂生意啊，那里个。做朱砂生意。那个东西是不是以前很值钱？以前值钱啊。哦。结婚的就是所以站岗放车也结婚了都挺地主啊，这些没用后子了，过去噻。就是帮你们站岗的人后来都是地主。结婚的都是地主的。刚才那个叔叔跟我们讲嘛，他们这个房子呢，就是有700多年了。那他是怎么确定有700多年呢？其实他们也不知道哈。说是一个专门研究这种窗花雕花的人来看了这样的花纹呢，来确定的，可能有700多年了。我也不懂这个，反正这个房子呢，看去确实是非常古老。你们要想一下哈，700年前能够修这样的房子，那绝对是大家族。那么这个叔叔也讲了，那个时候啊，他们是做这个朱砂生意的，也就是祖上是做朱砂生意的，叫他们去当县长，他都不愿意去当，来做这个，一直要在这个家里做这个生意。你们可以想一下这个生意多赚钱，就是帮他们站岗啊，在这里放哨站岗的，就是晚上都不睡觉的哈，就在这个地方呢站岗防土匪。这些人后来都什么？站岗的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地主，你可以想象一下。多有钱啊！那个时候真的是富豪。在700年前，很多人都还在住窑子、住山洞的情况下，你看他们就有了这么大的一个3合院、4合院的这个房子，太牛了，而且是2层的。700年前是什么概念，朋友们？元朝。元朝距今的话就是700年前。当然，这些院落、这些很多东西呢，可能是明清时期慢慢的加建的，但是它这里面呢，一定能够找到700年前，就是元朝时期的一些古老的东西。毕竟这个地方呢，被称作阁老之源，也就是说，最早的阁老族呢，它就起源于龙潭古寨这个地方。这个路真的是堪称天路啊！我靠，这个一般的司机还真的不敢来啊！这个急弯加陡坡啊，我的天哪，很多地方你一下是转不过来的。看看这里，这个地方应该要倒车才能上得去，太陡了这个路，我的天哪！哇，这个路真的是太陡了，这个地方转不过来。转不过来吧。大家好，现在我在雾川这边的一个大山里啊，在山顶上，这里发现一条公路，可能即将成为网红公路啊。我们看到的这个72拐以及24拐，有可能都没有这里这条公路这么险峻。这条公路也是差不多24拐，它从这个山脚下上来到这个山顶的这个落差有800米啊，非常非常的高。那么它只有倒了24拐，而且这个笔直的这个坡度接近于70-80度的坡度，非常非常的险峻哈。说实话啊，像这样大山里的这种坡度又陡，然后弯又急的这种公路啊，女司机一般是不敢开的。就即使是男司机的话，你技术不过关的话，你也不太敢走这样的路吧？你们敢不敢挑战这样的公路呢？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看看你敢不敢。
我刚刚是从下面开上来的，现在开下去，哇，现在正是日落啊，好漂亮的风景。但是这个路呢有点险峻哈，朋友们，我就不录了，因为太险了。等一下录着有这个安全隐患啊，太陡了。这种地方真的是，女司机的话，你胆子再大，你都不太敢开啊。这个路很险很险。哇！我天哪，在这个日落余晖的这个时候啊，在这样的山路上行走，却是别有一番的韵味啊。我开上去又开下来，体验了一下这条24拐公路，它的坡度真的达到80度左右。我跟你们讲实话哈，像这样的路，很多男司机开着腿都会发抖，你不要说女司机了。比如说你遇到这样的路，你敢挑战吗，朋友们？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阿泰要跟你们介绍一个我们贵州的好东西。大家都知道，我们贵州的三宝是天麻、杜仲、灵芝。都是很好的3个中药材，但是今天要跟你们讲一讲新进的第4宝是什么呢？就是我身边这种金黄色的小果，看着是不是非常漂亮，而且很迷你哈？看看有多大，就这么小一点。你别看它这么小哈，它的价值是极其高的 ，VC、VP 的含量都非常的高，它被称为什么呢？山王圣果，这个果子的周围全是这样的小毛刺，你要是不小心碰到它呀，你被刺到啊，那是很疼的。所以很多外地的朋友可能看到这样的果，你都不知道它能不能吃。但是这一种小果个头虽然小啊，它的营养价值却是极其高的。那你们就跟着我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贵州的这种奇葩的水果。你们看看，刺梨这种水果啊，绝对是最奇葩的存在。为什么？你们来看一看哈，是不是上面的水果都已经黄了，可以吃了？但是你看到这一颗是不是很嫩，刚刚包住果？然后更神奇的是，再看看下边，是不是刚刚开花？这是不是一种特别奇葩的水果？它从开始到中途到结尾，是吧？你都能看到，你看这里，是不是这些都是很嫩的果？可能前一段时间刚长出来，但是上面这些成熟的果已经很久了。你说这种水果奇葩吗？你见过哪一种水果是这样的？从这一棵刺梨树上的这种现象啊，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刺梨水果它的生命周期很长，它的生命力呢也是极强的。刺梨呢生长在贵州高原1000到2500的海拔，所以可以说它是一种非常纯净的水果。虽然这种刺梨果呀，它的价值很高，但是呢，因为它口感不是很好啊，我们小时候呢就经常吃。它实际上呢是那种酸涩带一点微甜的这种口感，应该是大多数人不是很喜欢的。但是呢，现在贵州的这个刺梨啊，它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刺梨产业。在全国来说，85%的这个刺梨呢都在贵州。正因为啊，这个刺梨它的口感不是很好，所以鲜果基本上是很少有人吃的。那么再后来呢，就把这个刺梨啊拉到工厂去进行鲜榨，做成刺梨原液，把里面所有的这个 VC、VP、SOD 这些含量呢提取到这个原液里面来。那这样子呢，人在喝这个原液的时候呢，它就能促使我们身体啊吸收到更多的元素。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重视健康养生的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适合去喝的，因为它里面的这些元素都是我们人体需要的 VC、VP、SOD。你们如果稍微懂一点食品的，懂一点医学的，你们应该大概都知道这几个东西对人体有多么的重要。
这也是我极力跟大家推荐的我们贵州的第4宝。这一个桥呢是正在通车的，然后外边这个桥呢是废弃的。我们看这个桥的桥形，它是一个拱形，感觉这种构造的桥啊，好像结构不怎么样。具体我们到桥上去看一看，它是为什么会把这个桥废弃在这里的。我现在呢已经在这个桥上来了，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是一个3桥同框啊，中间一条呢是省道，然后上边一条呢是高速路，看到没有？上面一条好像在检修哈。这个桥面还是非常宽的，是双向车道的。当然这个桥呢应该是修了很多年了，但是就是这个桥呢都没有修通啊，也就是都没有修通呢，可能就是废弃了。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桥的中间了，来看一看哈。像这些地方呢，就是一些接口的地方。哇，这个缝隙非常大哈，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直接可以看到峡谷底，看到吧？你像这些位置已经是错开了很大的一个缝隙，我们的整个手掌都是可以进得去的哈。那么从这个位置呢，直接透光可以透到这个峡谷底去了，你们看一看。所以这个桥呢，应该是修建好了之后啊，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偏移，或者说位移，或者说是变形的这一种状态哈，所以呢才把这个桥废弃了。那么我们从空中看哈，这一个桥呢它是建的直的，那我们现在在用的这个桥呢，它是一个弧形状。那么当初呢，它应该是把这个桥作为主桥，后来可能发现这个桥这种造型呢，它有一定的问题，所以就把这个桥废弃了之后呢，然后就在这个对面呢重新架了一个桥。这个桥的废弃啊，其实也挺正常。在以前修的时候啊，它并没有一些传感器啊，包括一些监测的一些设备植入在桥里面，所以说呢，一旦出现了一个问题啊，你就不可能再用这个桥，它是一体成型的。你看现在建的桥梁啊，它就是每一些关键的部位，包括每一个分段，那么它都有一些东西植入到里面，也就是这个桥有一点问题，或者哪个地方有一些移动，或者说这个分离等等，那么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传感器呢精确的捕捉到，那么你就知道一整座桥是哪一个环节有问题，针对这个环节去进行检修就可以了。但是以前的桥呢，它是没有现在这个科技这么高啊。你看这一座桥也是一样的，我们这个整体已经成型了之后，它在这些中间各个环节，它并没有一些这个传感器什么的植入到里面，以前没有这个技术啊。所以他就并不清楚这个桥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或者说，找到了问题点，你又不知道别的地方还有没有问题，所以他只能把这个桥呢废弃，然后重新再建一座。我是大概这么理解的。但是现代建的桥梁呢，大家完全就可以放心了，因为这个桥都是分段来进行建设的。这样呢，它就每一些关键的部位呢都会植入传感器，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座大桥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呢，就非常的清楚，而且哪一个地方出了问题也是一目了然。我为什么说这个桥还没有建好就已经出现了位移、变形而废弃呢？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桥的两边，有一边呢是石墙挡住了，有一边呢甚至还建有一个房子。我们再往这个桥的两边去延伸的话，完全看不到有通路的一个痕迹。所以说呀，我才跟大家讲，这座桥呢应该是建成就发现有问题，然后呢就放弃了通车，所以在对面呢再重新建了一座桥。在这个桥上呢，我们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哈，你看这个桥头竟然建有2间的石头房子，
更奇特的是呢，我们这个桥的路的前方呢，竟然还有2栋楼房，它正好是挡在了这个桥过去的这个路上。那么问题来了，朋友们，这个地方到底是先有这座大桥呢，还是先建了这些房子？你们觉得呢？我在大山里发现一个隐蔽的村庄，你敢相信吗？整个村庄周围全部是大山环绕，根本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进去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这个大山里，我开这样的毛公路啊，我已经开了5-6公里了，仍然开不到腿儿，我就不打算往里面开了。我们无人机发现了这个山上有一个村庄，而且住户还不少哈，很多土地都有耕种。我找来找去，我竟然没有找到如何到达这个村庄。你说神奇吧？边上的小路曲曲弯弯的，但是并没有看到哪里有明显的可以到这个村庄的路。我就被困在了这个山外面，想进去看一下呢，都进去不了。我就只能用这个航拍镜头给大家看一看这个与世隔绝的村庄啊，真的是很漂亮。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村庄很多土地都有耕种。有几家呢，我感觉应该是在山上养殖啊，这也是他们不愿意离开的原因，因为在这个山上的资源真的是太好了。我们看到远处这条河流啊，真的是绿的发绿。那么它这个村庄前方呢，相当于是一条这个碧绿的河给它围住，那后山又是高山。我真的在这个地方用无人机寻了半天，我并没有寻到他们是从哪一条主路出山的，因为有可能在养殖。整个村子里面横七竖八的全是有鹿的印记，可能是这个牲畜跑来跑去的，不断的穿插了很多的小道。我想走进去看一看，我竟然没有找到路。还有一个原因呢，今天在这个公路上啊，遇到了2条蛇，虽然我没拍啊，都挺大的。我想想还是算了吧，因为进山的话肯定是要走小路，卯不知哪里窜出一条蛇的话，你还挺吓人的。因为这种路上的话，你看到蛇的话，你还不觉得怕一点，但是在森林里面，你要是看到有蛇出来，那确实是挺恐怖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村庄真的是如世外桃源一般哈。我们在这里猜测一下，这个村庄以前居住的人应该是比较多，那后来呢就搬迁走了。但是呢，有些许的住户啊，他们可能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资源太好了，所以又返回这个山上种了那么多的地啊，又搞养殖之类的，这个是铁定的。因为我们看这个上面整个大环境的话，就知道有很多的牲畜在来回的穿梭，才会形成这么多的小道。因为现在像这样不通路的村庄，绝对居住的人是非常之少的，只有在上面有事情要做的人呢，才会在这个地方发展一些养殖的这些项目，大概是这个样子。特别遗憾哈，我真的是想到这个村庄里面去转一转，但是奈何今天真的没有寻得去这个村庄的路。我在当地老百姓也问了一下，他们说你步行的话可能得1个多小时2个小时，我直接放弃了，只能说让你们在这个航拍镜头上欣赏一下这个与世隔绝的村庄。如果以后有伴儿跟我一块儿的话，或许有可能在这个村庄里来探访一下。好了，朋友们，本期视频比较遗憾，就到这里哈，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乌江的边上，在这个路边呀，发现对面有几户原生态的人家，非常漂亮哈，三面环水，一面靠山，不通车路，然后他们要出行的话，全部靠渡船哈。看看那个江边上也摆了几艘船，如果说让我在那儿待个1-2个月的话，我是100%愿意的，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哈，很漂亮。
嗯